美在出重拳，59家中企遭围猎。金灿荣扪心叩问：那些对霸权主义还抱有幻想的人被打醒了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经历了70年的和平时期，30年的无战争时期，中国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我们一心一意的谋发展，专心致志搞建设，一针一线的谱未来。中国向来都是和平稳定的发展，为追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前进着。但是总有一些西方国家会想方设法的来阻止我们。美国政府这次彻底撕破脸，和中国对着干，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等59家企业被列入黑名单。这样的做法就是直接和中国对立，表明了中方对美方的劝说政策已经彻底失效。据美国白宫和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投资商与所列名单中的这些公司进行投资贸易。而禁令的理由是这些企业是涉军企业，并称美国后期还将加大中国企业围猎的范围。这已经充分表明了美国想真正的扼杀中国经济，掠夺中国企业的建设成果。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给出了回应。美方这样的完全无视事实和相关公司实际情况就进行所谓的投资禁令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这不仅损害了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还伤害了美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的利益。美方应当尊重市场，停止损害权益的行径。中方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回应，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中国企业的自身权益。我们不难看出，如今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美国实际上已经对中国表明了恶劣的态度。我们回顾前段时间中美阿拉斯加州的谈判，其实已经显现出中美关系破裂。中方一直坚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不愿和展开斗争，一直对美国进行劝说政策。但拜登此次的投资禁令完全可以解释劝说政策已经失效，中国应该对拜登放弃治疗，中美已经没有什么可谈下去的了。正如专家金灿荣所说的，那些对霸权主义还抱有幻想的人被美国重拳打醒了吗？因此，接下来面对中美关系，我们没必要一再的讲客套话，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积极备战和做好大战的思维。中国能取得现在的成就来之不易，改革开放的胜利不是轻轻松松就获得的。面对重重危机，我们必须勇敢从容面对，战胜一个又一个坎坷，在艰苦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如今国际局势的挑战，我们应该时刻警醒自己，放弃幻想，时时刻刻做好迎战的准备。美国已经是中国前进道路中的绊脚石，种种行为上看，他们想的是如何搞垮中国，但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中国绝没有美国想的那么脆弱和简单。怒也没用，无视美国要制裁。为何土耳其外长称不会同意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详情请收看本期节目。近日，土耳其外长在接受采访时的时候表示，他们不会同意某个国家提出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导弹系统的计划。其实从前年开始，土耳其就已经开始与美国交恶，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土耳其要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而美国作为盟友自然就不开心了，便干预土耳其方面的决策，希望他们转头来买自己的武器。但是美军的武器是出了名的贵，土耳其也在各方权衡之下拒绝了这件事情。当然，其中有土耳其总统认为土耳其国内的政变是美国支持的因素，而美国历来都是自己可以欺负别人，但是别人如果不顺从自己的意思，就会动辄武力胁迫或者经济施压。也是因为这种骄纵的原因，美国便勃然大怒，表示要对土耳其进行对面制裁。事情到了这一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斡旋的余地了。可笑的是，在日前，美国国务卿还发言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一个用爱国者导弹代替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系统的方案，并且表示相信土耳其知道该怎么做。听听这种语气和措辞，这哪里是盟友的关系呢？这种带着居高临下的美国式傲慢，已经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讨厌了，就连他们所谓的盟友也不例外。其实美国的这些盟友都是在被美国吸血的，几乎每个盟友每年都要花大量的金钱来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费，并且具有极高的溢价。而如果那些盟友不从，他们就会用自己的体量和霸权来对其进行制裁，以此来逼迫那些小国就范。而土耳其的世界也表明了美国的心胸有多么的狭隘，仅仅只是买了别国的武器装备，就要进行全方面的打压和制裁。由此也能想得出来，那些美国军火商逐年递增的大单，有多少是被美国的霸权给逼出来的。这就是美国的生财之道。并且因为是美军的武器装备，他们还可以用这些武器来深度监视，可控制那些依附于他的国家。而国防是一国之本，一旦完全被外国人垄断了，那就可以说永无翻身之时。土耳其这样的小国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好在俄罗斯仍然敢于正面硬刚美国，
面对美国的任何针对政策都能够重拳出击，所以美国这次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吞。但是这也只能说幸好世界上还不是真的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俄罗斯仍然会对美国的各种手段使出强硬回击，所以这次的事件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有一次暗中较量，而这样的情况也给了我们警示，提醒了我们为什么要在国防方面坚持自主研发，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会落入那些霸权帝国的封锁之中。而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因为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不用看任何国家脸色，对于美国的威胁和傲慢也能够强硬的反击回去。福奇成为翻版鲍威尔，自打自脸用邮件栽赃中国，西方摩拳擦掌准备瓜分中国。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在200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拿出一瓶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展示，并称这就是伊拉克搞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的证据，被普京调侃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这就是著名的洗衣粉事件，也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借口。现在美国又将这一招用在中国身上，而福奇则是翻版的鲍威尔。近期，美国又开始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做文章。美国总统下令其情报部门机构调查病毒起源，并要求在90天内给出报告。同时，《华尔街日报》援引所谓的情报部门称，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科研人员2019年11月患病住院，但事实是，迄今该研究所全部职工都是零感染。而在美国掀起新一轮泼脏水之际，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变脸成为阴谋论推动者。近日，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美国资讯自由法获得了福奇超过3000页的私人电子邮件。从福奇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还包括武汉实验室口罩佩戴等问题。福奇和同事们早就注意到一个说法，即新冠病毒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美国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所机构负责人曾给福奇发过邮件称，这种病毒是被设计出来的。不过，福奇回应，邮件已经完全被删除。事实上，世卫组织早就否认这一说法极不可能。在去年，福奇也曾表示不认为是从实验室泄露的，但是在今年5月自己打脸称不相信这种病毒是自然产生的。他还在近日要求中国公布9人的医疗记录，并想看报道中提到的2019年患病3人的医疗记录得了什么病，以确定新冠肺炎最初是否因为实验室泄露而出现。很明显，这就是有罪式推定。福奇完全摒弃科学，和白宫同流合污栽赃中国，在利益面前道德不堪一击。要是美国有证据，还用等到现在？毕竟编造证据也是需要花时间的。而美国炒作这一议题完全出于政治动机，首先为自己抗议失败找借口，转移民众视线，迫使其国内对华强硬。其次，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主动出击，迫使中国采取相对防御状态，增加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的筹码。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强加罪名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甚至和洗衣粉事件那样，有可能是战争的借口。美国百名议员甚至篡夺，向中国索要巨额赔偿。一些西方已经蠢蠢欲动，西方还做着瓜分中国的旧梦。病毒溯源最该接受调查的是美国才对。